学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大力士上，怎么好像打在铁球上？爹，小心啊！爹，打他肋下，打！爹，打他肋条，打呀！你们能不能冷静一下？这样会扰乱儿子。霍冤家，你终于出现了。我今天来是为了告诉你，滚下擂台是什么滋味。哼哼。
我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。绝对你有问题！我这个是可血的力量。无耻！我听说你也打过这个，不是吗？我要好好教训你！好，师傅，停！不要过去。师傅，下来吧。师傅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用了药，我会打倒他的。哪吒，到时候你假装被打倒，他一定会跟过来。你用这个药迷住他的眼，只要他看不见，你就会获胜了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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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！元甲，你是你们国家的耻辱，我不管，我要你死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冷静一下，冷静，冷静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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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师傅，师傅啊！我的眼睛很疼。师傅，那怎么办？他们敢使诈呀！师傅，他用东西迷住了我的眼睛，那怎么办啊？师傅，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师傅，怎么办？真生啊，我就算看不见，师傅。我可以听，我可以听。师傅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办。师傅，师傅，裁判，师傅，那个别下拍，别下拍，快走，快走，走快走！师傅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师傅，怎么办？各位观众请注意，各位观众请注意，霍师傅将在第3个回合当中为大家展示听声辨位的绝技。为了配合霍师傅的表演，务必请大家保持绝对的安静，绝对的安静。谢谢大家。这样怎么打呀？来呀！
什么鬼把戏？这也是科学，它叫做中国功夫。摇摆！安静，别出声，别出声，裁判会制止他们。你把这小娃，你懂什么？后面假正。慢点，师傅。你杀了我哥哥！你哥哥是谁？欧文，你杀了我的亲人，我会让你的太太来偿命。师傅，好。龙先生，我这不算违规吧？他好像不太冷静。霍师傅，请自重。好了，没事了，大家都回去吧。臭小子，你赢不了我的！陈真，你还手，你为什么不还手啊？陈真，我看他已经尽力了。陈真，你没有尽力，你起来打他！陈真，陈真，他已经尽力了，起来呀！这个静海人，我看是输定了。这个人一直在防守，并没有进攻，好像执意要输。可我看，他的功力远在他对手之上。虽然现在处于下风，但是步伐并没有乱。李兄啊，我们来打个赌如何？王兄，我已经压下了重注，也不在乎你这点小钱儿。还是你自己留着吧。这可就难说了。这个陈真拳法很奇怪，出拳要3米，心要敏，随机应变；眼要敏是预察机宜，而手要敏是先发制人。这陈真都做到了，可怎么像一时之间打不出来似的？看来是诱敌深入啊。王老板，看你说的煞有介事。不知道的人呐，还当你是武学名家呢。李兄见怪了，恕我王某无礼。陈真，你还手，你打他！陈真，还手啊你！陈真。起来！你起来呀，陈真！打呀！陈真，起来打他！陈真！
陈真，给我狠狠的打！你不是说不还手的吗？啊！你给我记住，中国人绝对不能叫中国人是病夫，你知道吗？陈真胜！您放心，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尊严，不成功便成仁。哎，陈真，那女的是谁啊？她好像认识你啊。哎，是不是那个叫王秀芝的姑娘？哎，行了，哎，果然很漂亮。哎，你小子艳福不浅啊，走了桃花运了吧？啊？哎呀，你这孩子，永春派陈绍明前来讨教。在下宫本。陈师傅能来，我很高兴。永春派功夫我仰慕已久，希望陈师傅今天能够多多指教。客气。能和东洋武师比武，哼，也是我陈某人的荣幸啊。希望陈师傅今天能够全力以赴，我也不会客气的。比武难免死伤，你可还有什么话要向亲人交代？哼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既然来了，就没考虑那些。好，那咱们就废话少说，请，请。年事已高，虽然功底深厚，但毕竟拳怕少壮，宫本在体力上更胜一筹。可是我觉得陈会长他肯定能取胜的。陈会长必胜，必胜，必胜！师傅，陈会长他支持不了多久，他打不过宫本，一旦被宫本抓住机会，以宫本的狠辣，他非死即伤。这还不好说，不过你的武学修为进步了不少。
陈会长好像不行了，那怎么办？宫本已经熟悉了咏春拳的套路，如果再打下去，陈会长凶多吉少。既然你们胜负已分，又何必置人于死地呢？就是想办法找机会接近那个人。是。昨天阻止我杀陈少明的那个人是什么人？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不过根据情报，武术总会应该没有这个人。我想和他比武。哼，他可能只是个无名小辈，你又何必这么在乎他呢？在我看来，陈少明的功夫只能算是上乘，但不是最好。我就想不明白，他们中国人为什么会选这么个人当会长。不过那个人可就不一样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昨天那个人的功夫比陈少明还要强。没错，昨天我们虽然只交了一下手，但是我感觉得到，他的武功远远高于陈少明。如果任他发展下去，我怕他将来一定会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武术界的头号敌人。所以，我一定要和他较量一下。啊，宫本君啊，你这次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，可以回日本了。不过，你执意要留下来比武，我并不反对。只是，这个你还得收回去。请组织帮我调查一下，他住在什么地方，我自己会去的。不和他比武，我是不会回日本的。跟你一样，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，为了门户之见，失去了很多武功秘籍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努力去改变，终有一天会水滴石穿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
但是走出的第一步就是挑战宫本。我们绝对不能让宫本羞辱我们中国人，因为这件事情不只关乎我们两个，还关系到国家、我们的人民。号外号外！一代太极宗师冯坤重现江湖！号外号外！冯坤出战日本人啦！号外号外！冯前辈，元甲来了啊！这位是我叫赵倩楠，是元甲的朋友。听说您明天要比武了，所以我们特意来看看您。来，前辈，请满饮此杯。我祝你旗开得胜。前辈，我祝您打赢那个日本人，为国人争光。好，干！让他使出全部的招数。不过，元甲，前辈，明天比武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注意每一个细节，把它记在心里。好了，比武的事咱们就不提了。喝酒。好，来来。前辈，请。好，来干！这回冯师傅给咱们国人争回了不少面子啊！但愿如此。霍师傅这话什么意思？其实冯前辈是带病比武。什么？
使出真本事是不行的。元甲，冯师傅没事吧？很难说，但他不能拖得太久。你身体有病，你少废话。陈真，冯师傅既然有病在身，为什么还要打下去？我不知道。一定要注意每一个细节。来呀！冯师傅，冯师傅，不是，冯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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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公本，陈真，陈真，陈真，这是公平的比武。不要冲动啊，陈真！陈真，元甲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他最后一招了吗？冯师傅，公本，我要你偿命！陈真，公本真。师傅，去吧，去送死。他根本就是有病在身，这不能怪我。宫本，我要和你决斗。好，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。没想到啊，方坤师傅是带病比武啊！我们一定要替冯坤师傅报仇。可是，我们这里又有谁打得过宫本呢？难道这个仇就不报了吗？那你去啊！你去啊！你去！大家能不能静一静？冯前辈的死，就是提醒大家，他抱病应战，是想让我们看清楚宫本的最后一招。他的牺牲，就是要告诉我们，不要再像一盘散沙，不然我们就会任人宰割。还有，冯前辈也就白白牺牲了。霍兄弟，你说的对，你说吧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宫本虽然精通中华武术，可是他并不知道，我们中华武术种类繁多，海纳百川。只要我辈中华人打破门户之见，打赢宫本，并不是件难事。可是我们各门各派的武士是传内不传外，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。是啊，门派只是一个名字，千百年来的规矩，只会让咱们固步自封，任人欺凌。相信我，应该破除门派之见。霍兄弟说得好啊，我们咏春派愿助霍兄弟一臂之力。既然陈会长同意了，我们六合门也大力支持。我们也支持。好，烦请各位前辈将各派精髓传授，合力打败宫本。
这个霍元甲，霍生。师傅，我们赢了！霍元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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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霍师傅，恭喜啊！今天是不是真的要用武力来解决？如果你还念及手足亲情，还记得爹他老人家的话，就赶快解散精武门，否则别怪我无情。门派只不过是形式，为什么不能打破枷锁呢？看来你还是执迷不悟。从今天开始，江湖上要不就有你的精武门，要不就有我的霍家拳。大哥，难道咱们这样手足相残？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。你听不听爹的话？万古没有不变之法，大哥何必这么固执？爹，怨我不孝，没能让袁家迷途知返。从此以后，霍家拳完了。大哥，你不要这么说。你闭嘴！霍家拳训第4条是什么？你说。第38式至58式。只能传给霍家，直系难定，入室弟子也不能传授，避免流传于外。拳训是爹亲手写成，你要是不遵他的教诲，以后就不再是霍家的子孙。大哥，怎么不用你的迷踪拳？我败在你手上，无话可说。从今以后，你开你的精武门，但是我不许你将霍家拳传给外人。既然是一套好的拳术，为什么不能传给外人啊？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将爹的拳训改了。爹怎么把拳训改了？其一，不分入室弟子还是拜门弟子，皆可研习霍家拳，强身健体，保家卫国。其二，无论男女子婿，皆可传授霍家拳。其三，除争强斗狠、心术不正者之外，其余人等皆可入门。其四，为师为长者，要把霍家拳全部倾囊而赠，不得予以保留。以上拳训，皆我辈顿悟而得，望后学晚辈有容乃大，破除门户之偏见，方能使霍家拳流传千古，强我国人体魄，树我民族精魂。切记，切记。爹，谢谢你。爹，我错了，是我错了。大哥，跟我回精武门吧。我还有何面目见人？大哥，你看，拳训都改了，我们两个可以将霍家拳发扬光大。大哥，跟我回精武门，帮我教弟子。
各位，这位就是我大哥霍元武，也是霍家密宗拳的掌门人。其实，我们密宗拳的基础是来自霍家拳，所以大家学会霍家拳之后，也能更好的体会密宗拳的要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大哥会教大家霍家拳。大家好，我也不说废话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从头教大家霍家拳。哎，师伯，以前师傅也教过我们霍家拳，你现在教我们什么样的霍家拳啊？问得好，霍元甲师傅教过你们霍家拳，这个没错。可他的霍家拳没有经过师傅的指点，而是靠自己的天资领悟出来的。我不是说这样做有什么不对，但霍家拳是外家拳的架子，比如他的长拳、库步。可功法上又有内家拳的特点，可谓是内外兼修。霍家拳可分为4击8法12形，在兵器上又有单刀、双刀、双拐、双节棍、大刀、大枪、画戟、月牙铲，这些练起来并不容易。喝水啊！没想到大哥对霍家拳的了解这么透彻。既然知道别人比你强，就要虚心学习。钱南在哪儿？动啊！冤家，冤家。龙公子，这次能顺利的抓到霍元甲，多亏了你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贝加尔先生，太客气了，我只不过是帮忙抓住了咱们共同的敌人。不过我想知道，大使先生想怎样处置他？留着他夜长梦多，不如把他……哈，不，大使先生，您不觉得用这种方法结果了他的性命，太便宜他了吗？你的意思是？这样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霍元甲让我们俄国丢尽了颜面，这次一定会能轻饶他。你们中国人真聪明，对待自己的同胞竟用这么毒辣的计策。龙公子，你真行啊！啊！大使先生，我们对付的是共同的敌人，对付敌人还讲什么情面吗？龙公子说的不错，祝我们的计划成功！来，干杯！怎么回事啊？到现在还不回来？啊，林英啊，你也不要太着急，京城是很大的，找个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哎呀，师伯，回来了啊？怎么样，找到袁家没有？没有。哎，袁家也真是，走了1天1夜，也不说一声。王老板，你在京城结交很广，现在袁甲失踪了，
您能否帮个忙，找一下袁家的下落？哦，这个倒没问题。不过我们大家还是好好想一想，霍师傅他究竟能去哪里呢？哦，对了，赵姑娘好几天没有来了，师傅是不是去找？啊？对不起，我有点不太舒服，我先回房了。大人，你瞎说什么呀？嗨，啊，霍兄，我还有点事情，就先告辞了啊。哦，见笑见笑。哎，哪里。不过如果袁家回来了，一定要先通知我一声啊。好，各位告辞了。慢走啊。师伯，我想去一趟龙家，万一师傅在他那边呢？好吧。云妹，你拿着包袱想去哪儿啊？袁甲昨天晚上收到信，也许他们现在都在一起了呢。如果袁甲回来，知道你回静海了，我怎么跟他交代？你别安慰我了，也许只有我走了，他才会回来呢。现在袁甲下落不明，如果你就这样走了，你会放心吗？回去吧。来，哥几个，来，喝着。来，那小子不会死了吧？嗨，先别了，喝酒。来，过来喝酒。不行，他要是真的死了，可就麻烦了。我去看看他。行，你去。来，马上，来，咱们接着喝，咱们喝。霍元甲，别装死啊！你不是很厉害吗？起来，快起来！外国人的走狗，臭小子，死到临头你还嘴硬，没用的。就算你是头熊，也摆脱不了你们这些汉奸，良心让狗吃啊！你等着，上！你住手！教训他就行了，想把他打死。霍元甲，没想到吧？啊，在天津，在静海，我斗不过你。可是这风水轮流转，今天你落在我手里了。霍元甲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杀死你，你留着还有大用处呢。你有本事就杀了我！好，大英雄，我要你这大英雄变成大狗熊。开始吧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武侠经典解说频道。今天咱们继续来聊2007年正一剑版的霍元甲，第15到20集，一共6集。这6集堪称整部剧承上启下最关键的一段。霍元甲从静海县的冤狱中死里逃生，收服了日后的得意弟子陈真。在天津站稳脚跟，并与龙海生的矛盾全面升级。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开讲。
第15集的开场，霍元甲依然被关在大牢里。霍恩帝在长子元武的陪同下，到直隶省衙门告状，想把自己的小儿子救出来。可外面的世界完全不讲道理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衙门比知县更黑。霍母得知丈夫碰了壁，平静地安排家中典当药铺，遣散家仆，凑齐衙门要的银两，想拿钱先把人赎回来。这一边的倩楠去狱中探视霍元甲，哭着问哥哥镇北的死因。霍元甲只能承认人是他杀的，但心底里他始终想不明白，镇北跟自己打的时候明明没什么大伤，怎么就突然死了呢？真正转机的出现是因为振生。振生反复演练当日的比武情景，忽然想起镇北倒地后是被一个人扶起来的，那个人就是龙海生。振生和陈真带着仵作偷偷去验尸，结果发现镇北确实不是被霍元甲打死的毒，是通过龙海生戒指上的毒针刺进去的。也就是说，霍元甲从头到尾都被龙海生设计了。他用自己的戒指毒死了镇北，再把所有的罪名全部推在霍元甲头上。消息传回霍家，大家既愤怒又绝望。如今要救出霍元甲，只有一个办法：劫狱。霍恩帝嘴上说姓霍的绝对不做，但心里已经默许了振生和陈真去劫狱。与此同时，龙海生发现镇北的尸体被动过，气得暴跳如雷，命知县立刻动手，先假装放人，再诬陷他逃狱，乱中把霍元甲灭掉。这边龙海生还没动手，振生和陈真已经赶到监狱，和霍元甲会合后合力杀了出来。乱箭之中，霍元甲为了救陈真，胳膊中了一箭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人是救出来了。三人逃到山上，陈真和振生给霍元甲处理伤口，并告诉了他镇北死因的真相。霍元甲听后沉默了很久，他万万没想到，龙海生竟然阴毒到这个地步，先杀镇北，再嫁祸于他。可更让霍元甲心痛的是，即使真相水落石出，他也无法立刻找龙海生报仇，官府在缉拿他。龙海生有背景有势力，他势单力薄，只能先躲。振生用自家镖局的地契换回了霍家的药铺，然后安排了一场秘密见面，霍恩帝和霍元甲父子相见。见面的地点非常有意思，澡堂子。霍恩帝坐在池子里等着，伙计说帮他找一个搓澡按摩的人。搓着搓着，霍恩帝发现不对劲了，这个搓背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的儿子。父子二人在这种特殊的地方终于见了面。霍恩帝劝住了想要找龙海生报仇的儿子，让他先去天津避一避。元甲说起自己小时候练武的事，说自己之所以偷学武功，是因为父亲在他心里永远是个大英雄。这段父子戏演得非常细腻。霍恩帝这个父亲从始至终都在阻止儿子练武，总把元甲叫成小病夫。可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，他宁愿默许别人去劫狱，宁愿替儿子顶下一切，也不愿眼睁睁看他死在狱中。而霍元甲呢，嘴上没说几句好听的话，但在他心里，父亲永远是最好的榜样。两个人坐在澡堂子里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影院感直接拉满了。可危机并没有解除，就在同一间澡堂子里，龙海生和他的手下也在里面，随时可能撞见霍元甲。霍元甲和振生只能悄悄从后门溜走，连夜离开静海。这一集逃亡的紧张感非常到位，仿佛只要走错一步，龙海生就会迎面碰上。
第16集，霍元甲和陈真、郑生等人到了天津，暂时安顿了下来。他们在天津落脚的地方叫淮山武馆，是农敬孙帮忙找的。但霍元甲心里一直放不下2件事，一件是镇北的死，另一件是陈真的态度。陈真是什么人？他是程天笑的徒弟，武功高强，脾气倔强，心里始终怀着对师傅之死的怨恨。他觉得是霍元甲杀死了自己的师傅。虽然陈真这回在劫狱中帮了大忙，还替霍元甲挡了箭伤，可他心里的刺并没有彻底拔掉。他接近霍元甲，到底是真心的，还是另有所图？观众看得揪心，霍元甲自己也能感觉到那种别扭。这一集里还穿插了一条感情线，王云来到了天津。她是霍元甲的未婚妻，从小指腹为婚的童养媳，一直在照顾霍元甲。但霍元甲对王云的感情，与其说是爱，不如说是习以为惯的影子。倩楠出现在王云面前的时候，3个人站在一起的画面，搞得王云心里五味杂陈。他知道自己可能永远无法取代倩楠在霍元甲心里的位置，可他还是默默守在他身边，像个影子一样。第17集，日本武士宫本开始在天津城里大闹。宫本是王希文手下的日本剑道高手，武功极高。来天津的目的是明着踢馆，暗着摸底。宫本接连挑战4大门派，把天津武术界弄得人心惶惶。天津武术总会的会长陈少明被宫本打得脸面全无，幸亏霍元甲及时出手，陈会长才保住了性命。宫本见霍元甲出手不凡，认定这才是他真正想找的对手，开始暗中观察霍元甲的一举一动。而此时的陈真心思却在另外一个人身上。王秀芝。王秀芝表面上是教会学校的老师，实际上却是日本特工，是王希文手下的人。陈真对他有了好感，却不知道王秀芝接近他，很可能是一颗早就布好了的棋子。第18集，陈真和霍元甲的师徒恩怨戏迎来了一个高峰。陈真表面上和霍元甲住在同一个武馆里，做着他徒弟，可一旦夜深人静，他就独自面对师傅程天笑的灵位，心里充满挣扎。霍元甲其实早就知道陈真心里在想什么，他从来没有强迫过陈真，而是用自己的言行一次又一次地告诉陈真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大侠之道。程天笑之所以死在霍元甲手下，根本原因不是霍元甲狠毒，而是程天笑偏激好胜，接受不了输给后辈的事实，以死相拼。这一阶段的相处中，陈真开始慢慢动摇了。他也开始偷瞄霍元甲练功，也开始把霍元甲说的那些武德偷偷记在心里。其实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霍元甲的武德和人格魅力所感化，只是嘴上还不肯承认。就在陈真内心挣扎的同时，龙海生那边也没闲着。他带着众里去拜访斧头帮帮主，想要收买对方一起做鸦片生意。斧头帮帮主众力之下，当场答应。龙海生的目标不仅仅是赚钱，他是想用鸦片的收入做他日后称帝的军费储备。这条暗线其实是全剧最强的反派铺垫。第18集还有一个支线，霍元甲到处找冯坤师傅去迎战宫本，结果发现一个在武术总会扫地看门的老管家刘师傅，竟然就是天津第一高手冯坤。可冯坤早就心灰意冷了，被天津武术总会那帮夜郎自大的人伤透了心，死活不肯出战。霍元甲3番5次登门拜访，苦口婆心劝说，冯坤才勉强同意。到了第19集，霍元甲和陈真的关系更进一步。
陈真偷窥霍元甲练武，被霍恩帝发现了，但霍恩帝没有揭穿他。霍元甲反而把他叫到跟前，跟他推心置腹地说了一番话。只要你愿意，你可以跟我学武。练武不是为了打打杀杀，是为了强身健体，是为了保家卫国。不只是霍元甲，郑生和霍家众人也完全接纳了陈真。陈真终于鼓起勇气，正式向霍元甲磕头拜师。陈真、刘振生先后拜入霍元甲门下，门派之争告一段落。师徒这条线从15集开始铺垫，到这里才真正修成正果。第19集的另一条重头戏是霍元甲和宫本的意念比武。王希文把霍元甲请到自己府上喝茶论武，两人一人执剑，一人执刀。虽然没有真正的身体碰撞，但每一招每一式都在脑子里推演的密不透风。这场戏拍得非常高级，把东方镜中御动的武术意境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而宫本那边也在同步策划着对霍元甲的正面挑战。第20集，剧情迎来一个小高潮。龙海生筹备已久的斧头帮势力逐渐成型，他开始把矛头对准霍元甲。陈真也偶然发现王秀芝和贝加尔走得越来越近，醋意上头，不顾大局，冲动地把贝加尔送给王秀芝的价值不菲的玉镯给摔碎了。王秀芝虽然收下了陈真补送的下品玉镯，却告诉他不要再找自己。陈真此时还不知道，王秀芝拒绝他不是因为没有感情，而是因为他看到日本人即将展开对霍元甲的刺杀行动，不能再跟陈真有任何瓜葛。第20集的结尾，宫本正式向霍元甲下战书。天津武术总会连夜开会，讨论要不要让霍元甲出战。而龙海生那边也开始联络俄国人，准备从2个方面同时打击霍元甲。从第15集到第20集，霍元甲经历了一路坎坷，从近海的冤狱中死里逃生，到天津重新扎根，组建精武门，收服陈真和刘振生2大弟子，与日本武士宫本、阴险的龙海生全面交锋。如果从制作上看，这一版的武打戏确实值得一夸。郑伊健和陈小春这对古惑仔老搭档首次合作演武侠剧，很多人一开始都怕他们带着那种街头混混的影子，但实际上郑伊健把霍元甲的沉稳、隐忍、不怒自威诠释得入木3分。陈小春演的陈真，从满眼杀气的复仇者到逐渐被武德所感化的直率青年，层次感非常分明。这几集的另一大亮点是剧中把龙海生和日本人暗中勾结，做鸦片生意，试图与宫本挑衅比武的明线交织在一起，一明一暗双线推进，让你觉得处处危机四伏，山雨欲来风满楼。第20集的末尾还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悬念，宫本和霍元甲的擂台战到底谁赢谁输？龙海生的杀招什么时候会向精武门铺天盖地的袭来？王秀芝到底会偏向陈真，还是继续执行日本人的任务？这些悬念咱们下期再接着解谜。好了，这一期关于霍元甲第15到20集的解说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这期视频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。你的支持是我继续更新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